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过生日的折耳兔瑞奇。折耳兔瑞奇早早的就起床了，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他穿了一条被妈妈洗得干干净净，用熨斗熨得笔挺的裤子。瑞奇站在镜子前，看着穿戴整洁的自己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他戴上小饰品，自言自语道：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。啊哈，我的乖孩子，妈妈笑着说，亲爱的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他在瑞奇的脸上亲了3下。吃完早饭，妈妈和瑞奇一起打扫客厅，然后用小旗子和彩带把客厅装饰了一番。小猫咪也在帮忙。瑞奇说，应该在前门上挂几个气球，这样朋友们就知道要来这儿聚会。接着瑞奇和妈妈准备做煎饼，首先要把面粉调成浆糊状，然后瑞奇用擦菜板把几根胡萝卜擦成了胡萝卜丝儿。妈妈又拿来一个大碗，把面粉、白糖、鸡蛋和牛奶混在了一起。瑞奇把胡萝卜掺在了面粉糊里。妈妈，这是世界上味道最好的煎饼，瑞奇兴奋地说道。妈妈说，好孩子，我也这样认为。煎饼面糊调好之后，妈妈把它放进冰箱里备用。瑞奇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，埃霍、阿莎、汉恩多、科尼、蒂姆、珀姆，当然也邀请了安妮，瑞奇最亲密的朋友。下午2点左右，派对就要开始了。瑞奇有点不耐烦地问妈妈，他们快到了吗？应该快到了吧，我好像听到门外有人来了。瑞奇冲过去开门，像往常一样，阿莎是最早到达的朋友。瑞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阿莎对瑞奇说道。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到了。万岁万岁！珀姆放开嗓门大喊道。汉恩多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瑞奇。埃霍大笑着说，生日快乐。最后科尼和蒂姆也到齐了，每个人都给瑞奇带了一个小礼物，有画作，也有朋友自制的小玩具。瑞奇兴高采烈地忙着招呼大家，但是他在想一个人。他跟妈妈说，安妮怎么还没有来呀？哦，对了，妈妈说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安妮给了我一张小纸条。妈妈打开小纸条，念道，瑞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现在还没有到，但是如果你愿意来找我的话，你就能找到我。沿着蓝色箭头所指的方向来找我吧，一会儿见，你的好朋友安妮。瑞奇立刻带着朋友们出门去找安妮。真有趣儿，安妮把自己藏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瑞奇找到了第一个箭头。朋友们，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。他们跟着一个个箭头走下去，但是他们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。在这儿，珀姆喊道，那儿还有一个箭头。瑞奇也发现了，我们应该朝这儿走，过桥，进入对面的那一片森林。他们发现一棵有蓝色箭头的大松树后，就再也没有找到别的蓝色箭头了。瑞奇低声地对大家说，安妮应该就在这儿附近。瑞奇看了看松树的后面，安妮，他高声呼喊，我找到你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安妮说道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瑞奇。
他在瑞奇的脸颊上亲了3下，然后把生日皇冠戴在了瑞奇的头上。安妮笑着说，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，还沾了闪闪发光的东西。瑞奇害羞地说，谢谢你，它可真漂亮。大家都被眼前的皇冠惊呆了，睁着大眼睛看着瑞奇。妈妈喊，现在我们该回家吃煎饼去了。真好，大家欢呼着，煎饼。回家后，妈妈马上开始做起了煎饼。不一会儿，妈妈就把一大堆的煎饼做好，放在了餐桌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一起为瑞奇唱生日快乐歌。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朋友们都兴高采烈地唱生日快乐歌。唱完后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的煎饼，吃得津津有味。这是朋友们从没吃过的煎饼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你们可以给我留一个煎饼吗？爸爸，瑞奇欢呼道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孩子。爸爸说着，给了瑞奇一个拥抱，还给了他一大包礼物。太好了！瑞奇打开礼物盒子的时候叫了起来，这是一个真正的魔术礼盒。折耳兔瑞奇没有想到过生日可以如此的快乐，同时他也觉得这一天像变魔术一样，自己又大了1岁。派对结束后，瑞奇把小伙伴们送的画挂在了房间里，他把小手工玩具排列在一起，然后他打开了全新的魔术盒，盒子里面有魔术卡片、水晶球、小杯子、做魔术用的小手绢、小棍子，以及其他神秘的魔术用品。这些东西能做什么呢？这就需要瑞奇去慢慢的体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即将要过生日，或者正在过生日的话，小胖叔叔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成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